初一的时候，跟有一个阿姨长达几个月的骂战，因为那个阿姨的教育观念就非常非常扭曲，真的。我第一次和她怎么产生骂战，就是我在那儿玩，然后她的孩子就吃那个花生，吃完花生就把那个花生壳往我身上砸。我说你不要把花生壳往我身上砸，她说砸了怎么样？就是要砸，就是砸。我说你再砸一下，我还没怎么样，我就吼了一下，她妈妈怎么了？他妈妈就从旁边钻出来了。我那个时候初中生也不甘示弱，我就跟那个阿姨吵。正好那个时候我刚初一，刚上了英文课，我就给那个阿姨说：“我说你信不信我现在用英文骂你 ？Good morning class。”Good morning class。哇塞！我告诉你们哦，因为那个阿姨她没有学过英文，她真的觉得我在用英文骂她，她还听不懂，她气得要命。我看她越来越气，我说 Apple banana 你，哎呀。你 sit down please， 哎呀 ，How old are you？ 哎呀 ，Happy New Year！ 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妈妈就在里面的麻将馆正在搓麻将，然后人家就跑去给我妈说：“我说，张姐，你的儿子在外面跟人吵起来了，让我妈在打麻将。”没得事，他不得输，红中。没得事。我从小我妈就知道我嘴比较厉害，没得事，哎，过了，加油，加油！我当时就跟那个阿姨结怨了，结果那个阿姨开始自学英语，对不对？然后有一次我放学，那个阿姨在路口送她一个朋友，我就看见她了，我还是绕远一点，我说算了，她在送朋友，她在跟朋友说话，哎，你明天再到我家来玩，呸！就莫名其妙对着我骂。他就配我，但是我当时我看见他有朋友，我有点不敢惹嘛，我就走远了2步就开始骂。那个阿姨那次气疯了，她说我今天抓到你，我要杀了你！哇，太恐怖！我妈妈当时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有点大了，要处理一下，她就带我去那个阿姨家里，把这个事情想要解决清楚。那个阿姨看见我妈妈带我来赔礼道歉，更拽了，就她在家里矛盾又起得更猛了。然后阿姨把我和我妈轰出去了，轰出去以后，那阿姨一关门，在里面说了个没有家教。我妈妈听到这句话以后，在门口 Good morning class。没有，我妈妈也，但是不会英文，她有没得家教是我的事，不用你操心。哼！哎呀，你看看我妈妈让我生不生气？就我妈妈最猛的，也就是这样。后来我发现那个阿姨就是属于那种，她教她的孩子永远是那种，比如说我们一群小孩在一块玩，她发现她的小孩没跟我们一块玩，因为不怎么敢跟她的孩子玩，这她就把她孩子带着这样，来，进去跟他们玩，一起跳唱，就这种。太吓人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我以后长大要引以为戒，千万不要太过于参与，我觉得孩子们的一个社交圈容易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再加上如果社交圈里面有一个我这样的人，太惨了，我跟你讲。哦，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地球代表，你看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心理，这是为什么？这个是跟一个心理原型很像，这个名字有点好玩，一个是叫做阿尼玛，一个叫阿尼姆斯，分别代表男性跟女性对于未来有可能变成伴侣的一个既定印象，就是跟你小时候相处特别多的人会有一个对照组，所以其实越不想成为的那个人，如果是你的父亲或是你的母亲，他就是你以后会变成的样子，因为小时候跟你相处的最多的那个人，就是在你的心田里面映照的最深刻的。对，所以在这边呼吁各位的父母亲，尽量以正能量去教育孩子，不要太多的体罚跟责罚。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虽然我们这个年纪啊，每天啊都在一步一步的变老，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变换成我们的一些非常丰富的人生经验。我前段时间去地球出了趟差，在茫茫人海中发掘了一批非常有性格的可爱老人，将他们独特的这种人生经验啊，还有观点汇聚到了一起，然后向所有的年轻人们展示一下。所以我今天的火星解决方案就是可爱老人言。从火星出发，寻找地球上的可爱老人。你很怕老了之后变成你最不想成为的样子，但你也可以随着年龄活成你最可敬的样子。
可爱老人一生感悟，是这星球最可贵的财富。年轻人就像这粒棋子，30而后行，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工作嘛，那就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的，好好干。不能吃个饭啊，看电视啊，饭有活动还是吧？快乐不如跳舞，跳舞跳得快，时间都追不上我哈。人生就是一种玩，好玩坏牌都打好。每天带狗，要喝酒。不发脾气，不挑事，把事要本也笔直。年轻人呢要多爬爬树，老了都上不去了，上不去了。不要为了钱把身体搞坏了，我们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好的。嘿，我们是天天保持一个心态，看哪高兴，人不要想那些不高兴的事儿。我的心愿是世间和平，家与平安。不求每分钟都学习，但求学习的每分钟都有收获。珍惜每一天，珍惜每一年，多为人生添上一笔新的光彩。哦，好可爱，好可爱哦，真的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变老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态变老了。其实人变老，从你心里没有了希望开始，从你的心里放弃了理想开始。只要这个人心里面一直充满着希望，一直对美还有追求，在生命的这种状态里，他就永远都不会老去。那接下来还有没有解决方案的？哎，小峰峰，天宝，又是你，好期待哦！我认为年轻人怕老，最怕的应该就是孤独终老。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现在属于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一代，因为互联网上大家看到的大多数都是经过网络美化的。现在通过互联网，很多的年轻人选择网恋。现在有一个词叫做奔现，对不对？玩游戏玩到现实去了。对，见面以后大家很失望。对，所以不成功的失败率达到了90%以上。他还会再看，你看，因为我太长了这一段，太长了。我们也很长，但是我们能背下来。我们也很长，好不好？对，来，加油，加油，耶，前锋加油！其实我准备了很长时间，从而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年轻。为什么会这样？从而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害怕自己孤独终老。这个确实。我们接下来问一下我们台上的5位地球代表，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现在的社会就是因为科技非常的先进，资讯很爆炸，导致大家的选择变多，就会有一个捡贝壳现象，就是我捡了一个贝壳，但是沙滩上那么多贝壳，说不定我下一个捡到的会更好。所以其实他们不一定会特别认真的去对待一段感情。哦，对，在这里我再补充一个，我发现现在一些就是年轻女孩子为什么会单身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把择偶的标准定为他们喜欢的那个艺人的样子，而且永远都是看到他们最光鲜、最完美的一面，再看看身边那些男的，不是？怎么了呢？没有，因为沈梦辰发现自己要面对的情敌实在太多了，退而求其次。没有了，他也是沈阳吴亦凡。沈阳吴亦凡，对。哎，峰哥，你现在呢？你现在是老大难。我曾经一度以为我好转了，就不会孤独终老。对，就是参加了那个我家那小子那个节目，然后一度成为网上最想嫁的男人之一。然后所有的人给我那个私信留言都说啊，秦风，我好想嫁给你啊，我们生猴子吧，什么。然后他回他好啊好，人家就拉黑他。然后直到我看到一个评论，有一个女孩特别的痛苦，她很纠结，她给我留言留的是，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的心态变老了，我怎么会喜欢上钱枫这种中年男人？这个中年油腻男人，油腻。雪芙，你会有担心自己会嫁不出去吗？哦，你倒是不担心，因为你有一个备胎。工具人，永远的备胎。工具人，我不担心，因为蛮多人想娶我的。哇！雪芙是刚刚听到很多人想嫁给我，现场怼我的吧？听错了吧？我知道你的小心思。其实峰哥呢，除了就是抠了一点，还是很有市场的，因为
就是妈妈们都很喜欢钱枫，她是中国好女婿。对，因为我不是老在朋友圈里发那个峰哥的飞照嘛，就是那种很丑的照片。但是峰哥平时正常的状态都是这样。什么正常的状态？真的是正常的状态。我无意间一抬头看到这样，我就把它拍下来了，发到朋友圈里。马上我就收到了一条阿姨发来的短信，请放。你看，阿姨说：“梦辰好，你能不能给妹妹介绍一个男朋友？好像与你一起做节目的钱枫是单身吧？当然也不一定要找他。你发现有合适的，牵个线，阿姨都急疯了。”哎呦，哎，人家阿姨走心了。然后阿姨啪啪2张峰哥的飞照发过来，所以就证明阿姨是看到这样的照片。阿姨为了女儿已经饥不择食了。然后峰哥说：“给我发照片来看看。”哇，内容过于真实，太真实了。哎呀，雪芙，你认清楚他了没有？早就认清楚了。对。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就是对单身的恐惧和担忧，并不是来自于对自己年龄的恐惧，就是来自于刚刚像梦辰姐说的那群长辈们，就是环境的压力。我姐姐嘛，根本不担心单身的问题，但是我妈还有我妈妈旁边的朋友啊，所有的人都替她着急。你姐姐多大呀？我姐25岁。发张照片来看。饥不择食。没有了，哎。所以钱枫，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对，我的解决方案。你还有解决方案？对呀。对，其实我发现现实生活当中有大量的公共场合对所有的单身人士都不太友善，狗粮撒满地，所以我要从城市规划的起源解决这个问题。我的火星解决方案就是全球热烈。啊，你听着像偶像剧呢。今天我就看你怎么垮了。而且要请出我的这个联合解决方案提出人杨迪，这是针对我们全球城市的一套相亲系统。哇哦，这是地铁的车厢，我们会把地铁的车厢分为几个功能区，以你的兴趣爱好来分类。这是密室逃脱车厢。哇，这个我喜欢。我告诉你们，这个车厢非常好。要非常高的智商，而且进去以后，如果你破解不了，一辈子在上面出不来。而且进去以后，男男女女出不来的情况下，必须选他了。车厢里面就结婚，相不相爱都被迫。对，当然还有我们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电竞主题。哎，电竞，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种单身车厢的话，就是玩电竞的人容易有那种共同话题。对，这个车厢你们能配上对吗？玩电竞都是男的。可以啊，比如说雪芙，喜不喜欢电竞车厢？喜欢。你看，但是钱枫一旦上了这个车厢的话，你就会跳车。而且我们这些车厢还可以根据我们每个特工自己的特色，定制你们的单身主题。虽然说我们的全球热恋这套系统已经非常的强大，但是难免呢也有考虑不周到的地方。希望各位特工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一下。我觉得可以有一个超市嘛，超市也可以有这个单身的专门的货柜，比如说把剃须刀和卫生巾摆在一起，对不对？哎，去拿的时候，男女去的时候，哎，去拿它。哎呦，是心动的感觉。而且刚刚哪个妹妹说的？你说的吧？她说单身飞机。因为经常你们明星坐在前面，然后也有很多人想从后面来到前面来观看你们。看，我看，观摩，杨迪不错啊，沈梦辰最黑，杨迪观看我们，神经病啊！其实我在火星早就搞了试点哦，从第1季到第4季，大家知道，在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当中成了多少对吗？啊，成功率非常的高，告诉大家，真的假的？高到我已经想坐到后面去。你去，鹿儿上来，去。而且我跟你说，今天这一半区域就安插的全都是单身的男女朋友。今天都单身的，你们不觉得都是男女吗？
各位特工，我刚刚发现那小吴跟那姑娘聊得欢嘞，是不是？小吴噼里啪啦的。我们来问一下小吴，你对你身边的这位姑娘满意吗？哎，小吴的脸长那么红哦，我的天，你看看这个，哇！小吴微信加到了吗？微信加了吗？满意吗？就问你满不满意？哎呀，还考虑考虑。那我们反过来问一下旁边的那位单身姑娘，你对小吴满意吗？满意。满意。留个联系方式，别当真啊！别当真。你看，小吴令这位姑娘满意，多么高的成功率！是。问一下，今天有没有就是单身男女到现场，然后和旁边人聊得还挺好的？今天有没有？举手一下嘛，举手一下。哎，你们俩聊得真挺好。来来，你们俩聊得有多好？脚下面脚都勾在一起了是吧？有没有留联系方式嘛？加了微信。我们已经加微信了。他们俩已经加了微信了，就想要私底下回头再进一步的沟通。其实两个都是微商，互相卖产品。请问一下，有没有对旁边那一位异性不满意的？我可以随时帮你换座位。有人举手啊？那边有，好尴尬。那个女孩，你对哪一边的不满意？两边都不行。来了之后，我坐这儿，也就坐这儿，也不就各做各的，也都不管谁的，看都不看一眼，是不是？对呀。完了，俩人挺胖，还挤你。对，还挤我，就是。男生对他满意吗？不满意。我们现场就可以换位置，好不好？女生，你想换到哪里？要坐第一排小吴旁边，已经说了，小吴他也喜欢你。小吴这么抢手啊！哇！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谓的这种害怕，像他们啊，家庭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爸爸妈妈希望就是他们尽早的能够找到生命当中的另一半。其他的朋友还有没有解决方案？我总结了一下，就是10个字：20岁的年纪，50岁的身体。身体给你们发信号了，有没有？12个字，哥们儿。12个字，20岁的年纪，50岁的身体。你老啦！哎呦，真的失忆了，我感觉。所以呢，我是觉得身体给你发信号以后，每个人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皮肤松弛了，胶原蛋白流失了，发际线后移了。然后呢，身体莫名其妙发胖了。哦，这真的是对，特别莫名其妙。我说的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你也一定要加入吗？我从20岁开始发胖的。其实这都是身体给你的信号。身体为什么会衰老？我总结了一下，5个字：生活习惯。等一下。生活习惯4个字，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才会造成的这个问题。哎，现在地球上年轻人喜欢喝毒鸡汤，特别内心有一种就是逆反的心理。我越是跟你说，哎，你要按时吃饭啊，哎，我反而不按时吃饭。哦，你早点睡觉啊，哎，我就不早点睡觉。对。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火星解决方案，名字就叫做青春时钟。哇，你的道具好大哦，比养心殿还要大。你一来就给年轻人送钟吗？什么叫年轻人送钟？这个是衷心的祝福。哎，每一个时钟的一个指向，象征着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有的按时的一些习惯。其实所有年轻人不好的生活习惯，总结起来就是与时间为敌。哎，没错。接下来就为大家展示一下时钟的功能，它要配合上vivo XR3。哇！假设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我20岁，朱真哥回到了他40年前。哎，老薛给我发来微信说，哎，要准备开黑了。你看，我今天晚上跟他大战300个回合，玩起来。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现在才12点，谁都不准离线，干一个通宵啊！来，发起进攻。哎，才12点。哎，小吴，哇，我就是12点不睡，才有这么完美的发际线。啊，我不熬夜了，我不再熬夜了。4万块钱完事绝美的发际线，你值得拥有。哇！玩着玩着都已经2点了，今天晚上应该别浪费啊！夜太美，晚上怎么能睡觉呢？千万不要浪费。
谁？大家好，我是陆超。2点睡觉太早了，头发越掉越少，真好。我还能熬一熬，真好。大家 Happy Every Day， 真好。我爱你们，真好。满满的正能量，满满的正。我的天哪！怎么样，各位？非常好。要不要把小吴和陆超请出来跟大家见见面？欢迎！我告诉你们啊，能够把他们2个人请来啊，现场很多人特别的兴奋。志文的大舅哥呀，说我天哪，火星情报局太厉害了，把这么2个大咖都请来了。你大舅哥也太看不上我们了吧？就看不上我，怎么了？小吴是哪一年的？我是00。00年已经4万块钱修补发际线了，各位想想。真的。小吴平常你会熬夜吗？我会熬夜啊。会熬夜。你熬夜就熬夜，你别说话那么久。我会熬夜啊。那个丹凤眼。因为他眉毛的问题，他要突出他的重点。小鹿呢？我是85年的。85年。哇，就比我大1岁。85年你就开始放弃自己了。小鹿呢？熬夜吗？熬夜，一般都是2、3点。局长，你叫小鹿的时候有点违和，知道吗？前锋，我就是小鹿，真的真好。小鹿。那我们录一个给所有年轻的朋友，00后、90后的一个祝福。今天来到火星情报局，感觉真好。愿天下的年轻人快乐每一天 ，Happy Every Day， 我爱你们，真好。加油 ，Go， 真好。好，接下来我们请2位入座，好不好？谢谢局长。不谢。我们问一下现场的年轻人，薛来。其实这样的设备在我们地球上曾经也出现过。丹麦有一家广告公司，他们就做过一个就是像一个智能镜子一样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大屏幕，摄像头拍一个你的画面，然后他就给你看，就是如果你持续的抽烟，你抽10年之后，你的脸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是牙都烂掉了，然后脸上全是斑，然后那个眼睛也是黄的，就是他能让你看到了以后，就觉得我自己还是不要抽烟了，因为再抽10年，也许真的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样的东西在地球上已经实验过了，而且还真的蛮有效的。警醒作用，就像现在烟盒上面都会有那种图片，所以我就是觉得对付地球的年轻人，真的是要用转一个弯、反向的思维来给到他们。熬夜真的是元凶，我跟你说。对，但是之前好像年轻人有一种叫做什么朋克养生朋克，对，啤酒里面泡枸杞，可乐党参。长元气，真的。来，我们来问一下地球代表，目前流行的这种养生方式到底科不科学？关于枸杞泡酒这个养生方法，就是《自然》杂志，它曾经有一个研究就发现，喝酒可能导致我们身体细胞的 DNA 永久性的损伤，而且喝酒是中年男子死亡的第1大杀手。峰哥，拜拜！我先跟峰哥握个手。再见，朋友。峰哥，保重，峰哥。以后我再也不说你了，你日子也不多了。所以就是不要喝酒，对不对？对，只要是大于0的酒量就会有问题。大于0？我反对。你反对？表示反对，太好了！科学家之间我就喜欢听他们吵架。大于0的这个说法，我觉得会非常不科学。这就像说我开车，我只要上路我就被撞死。对，峰哥，你活过来了。峰哥刚才林子说完了以后，感觉自己奈何桥已经上了一半了，孟婆汤已经端在手上了。来，佳佳，让他再死。没有。但是像田丰这种身体的话，就。我也看了这篇报道，但是我平常也是会喝2杯。我觉得人生有太多的风险嘛，看自己的体质。对，很多别的事情你都有可能会去死的。保重，峰哥。反正早晚。但是我要说一点的是什么呢？喝酒会让心情好，心情愉悦，人整个就健康起来了。反对。大家会觉得喝酒让我们心情好，是因为喝酒的当下呢是会降低我们的警觉性，让我们觉得比较放松。但是实际上喝酒之后的效应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抑郁。没有，我喝酒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放松警觉啊。哎，那个女孩为什么要找回来？警觉性很高的。
其实我想补充一下，最后想说的是，没有哪一种食物你一直吃就会延年益寿。对，重要的是你的膳食要均衡，然后有一些特别不好的习惯要把它戒除。最后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是叫做这个 eat right， 要吃得对，然后 keep fit 保持身体，然后呢 live long 活得长，最后要 die quick， 就是要无疾而终。所以我们保持好的这个身体状态，其实不见得一定是说为了要活得多么长，而是让我们，也许有限的那个人生质量能够过得更好。对，生活质量要高。所以呢，我觉得最好的、普遍适用大家的，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早睡早起。就从今天开始，大家早睡早起，好不好？好了，还有哪位特工带来了好的解决方案？我有。哦，希杰，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国社会的这帮年轻人，他们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而他们结婚生子以后，2口子可能要养一个8口之家，压力非常的大。而我们做过一个调查，说全国有1半以上的20出头的年轻人，他们的梦想就是说，在自己老去之前能够挣到500万，希望有对家庭、对自己有一个经济的保障。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有一种心态是不敢老。别看我现在才18岁嘛，但我其实也是有过生活上的压力的。我小时候嘛，我是那种就是每个月都固定的有一天会给我发生活费嘛。生活费大概多少？之前的话都是6000。6000块1个月。想拜妈妈为干妈，6000块你也发过？不是，这是以前。然后今年年初那段时间又到了，就是每个月就是我妈妈会固定给我发生活费的那天就去购物了。然后在试衣服的时候，就突然发现钱少了1半，好像有东西买不了了。我当时就有点着急，我就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问我妈妈为什么少给我转了1半嘛？因为杨迪拜了我做干妈。我这儿还有3000，我也想买东西，我也在试衣服。然后我妈当时在电话那边就停了一会儿，就跟我讲：“对不起儿子，那我就是你等一下，妈妈现在从信用卡里给你转。”哎呦，我妈当时是这样跟我讲。要透支。对，就是透支。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前段时间我妈在朋友圈清仓处理就是店里的东西嘛，我就突然觉得，哎，家里的经济状况最近是不太好，有压力。对，突然间会让自己觉得，我这个年纪变大了，要承担家庭的责任了。对。现在年轻人，我跟你说都不容易。我接触很多年轻人，他们就是没有稳定的职业，就到这一行做一会儿，到那行做一会儿。而且他们年轻人有冲劲嘛，喜欢创业，但是现在创业特别的艰难，不容易。所以创业失败以后，他们拿什么来就是保障自己以后的生活？这个真的有，我现在的朋友，然后他们全都是去读大学嘛。但是你可能读了一个很好的大学，但你出来依旧没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其实8000一个月就算是比较高的工资了，对不对？不低了。对，其实现在很多人到不了，但是就算你到了，然后之后你1个月省吃俭用，你差不多能留下5000，一年12个月6万，对不对？但是在地球上，一个房子多少钱？这些就是压力。对，但是有压力其实不见得是件坏事情，压力可以变成动力，对不对？对，加油！你别说在学校里面，到了职场，其实也是。是的，而且我发现，就是职场上更年轻的后辈也会给你压力，因为现在出来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像小楼和西坎，你们参加那个比赛，对不对？对。这马上第2季、第3季又要来了，那些更年轻的孩子们又来了。哇，你知道吗？压力就很大。哎，你们会不会就是害怕，就是在火星里面有后辈冲上来，然后自己就……杨迪，你也会叹气？我叹气是在于，这有什么好怕的？我这么有特点，对吧？除了晚辈的压力，我觉得前辈也是一种压力。他比你优秀，然后他还比你努力，就压力特别大。前段时间我们去那个保加利亚去游学嘛，然后呢就是坐飞机大概要9个多小时，然后大部分的人都很累了，就在睡觉或者在看剧。放眼望过去，就正好看到了大张伟老师。他在看书，那种很厚的文学书籍，然后拿一个笔非常认真的在做笔记。哇，那一下我压力就来了，因为我觉得大张伟是那种天才少年，很有才华，他还这么努力，还在看书，还在做笔记。完了，我就自愧不如。怎么办？正当我自愧不如的时候，我回头一看，看到了峰哥。哇，峰哥非常快乐的在点东西。牛排，羊排。哎，我要这个。哎，羊排，酒满上。
精神多可笑，痴情醉我，干，哥儿几个嗨！Hello， 空姐嗨！没事儿，有前锋这样的前辈，给自己很大的放松。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呢是来自四川大凉山。我在07年参加完比赛的时候，别人誉我为凉山的 Rain。哇哦，什么？你知道那个 Rain 吗？凉山的雨。被你一说，怎么就这么土了？我在最红的时候回凉山开了一场演唱会，将近10万人。我去了之后呢，当地的电视台就说啊，我们今天给你请了个暖场嘉宾，他叫吉克隽逸。然后他在外面守着，特别想跟你拍张照片，我就指使着自己的工作，就不跟他拍。哎，好讨厌呐！我刚进入娱乐圈，不太懂，那时候太累了，就是天天演。过了很多年，有一天我的微博就被刷爆了，说哎，吉杰哥，你们凉山有一个新的叫吉克隽逸的上好声音了。然后他成名之后，在央视的一个晚会见到他，走过来，吉杰哥，我今天能跟你拍照了吗？我咬咬牙，当然可以拍拍照。但是我非常自信地告诉大家，自从我上了火星，他就天天来关注我。我们不是本来要准备录期朋友的吗？我请的是他，他把所有的通告推了。他说特别爱火星，所以我觉得我有可能我很快会红过他的。俊逸，我们一起加油！好。但是我自己内心当中的压力，真正的压力来源不是别人，是我自己。我05年就是选秀冠军出道，13年了呀。对，13年了。很可怕的是我没有代表作。有啊，我来唱一首。来继续。有，因为你是范晓萱。是我这一路上确实努力。我如果13年连这点歌都没有，那我也太尴尬了吧。但是后来当商演频频找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这首歌没有办法在商演上唱。为什么？因为你想想，这首歌里面有你偶像的名字，不能随便唱，有意义的。这首歌真的没有办法唱。后来我终于有一首歌叫《哑巴》啊，然后《哑巴》当时是汪苏泷给我写的，我觉得我这首歌肯定要中了。结果没想到没过几天，老薛就翻唱了这首《哑巴》，然后大家见到我说：“哎，我听过你这首《哑巴》，那很好听。”你就像一个哑巴一样。薛之谦的版本，我的版本不是这么唱的，所以我就觉得我的人生真的很坎坷。你不是在这里发了个1激灵1激灵吗？哎呀，说到1激灵就更尴尬了。1激灵当时上了热搜，我觉得哇，这首歌又到了我的翻身之歌了。所以我当时写的时候也很无厘头，写的是我们东北文化。那天我参加了一个演唱会，我前面有薛之谦，后面有蔡依林，唱的都是那种。就很帅的，然后要不然薛之谦就是那种丑八怪，就大家都是那种很有音乐 sense 的。我一上台我就要唱，膝盖是波棱盖，腋下是嘎子窝，后背是后脊梁。你在干什么？你干玩呢？当时我就崩溃了。我只是想跟别人说的是，我特别希望在场的所有的人看到我是觉得，哎呀，这个歌手挺逗啊。但是我特别怕别人看到我说，哎呀。这谐星还会唱跳呢，我内心当中是特别希望可以有一个自己的那种代表作，可以告诉别人，一定有了，写好了，写好了，写好了，就差录了。这首歌叫《情侣山》。好，老薛高度评价过这首歌，喝完高度酒以后评价的。这是我听过最好的一首歌。当时老薛突然间就亮起来了，他说：“刘维，这首歌你的翻身曲，我们现在就把它改名翻身。”我不要这么肤浅。什么时候能够出来？我也来约好了，12月初肯定把它录下来。期待。讲了这么多，大家已经对于20出头的年轻人因为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怕老已经了解到了，不要害怕。集结叔叔今天带来的这个解决方案，能够彻底的打消你们怕老的消极情绪。集结拜拜。所以我带来的火星解决方案就是2050。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科学家有一个学说，到了2050年，人类的生命有可能无限的延长，达到1000岁。为什么？1000年老妖。这是有科学依据的。等一下。2050你多大？赶快！2050 81啊，70，等一下，71，我64啊，67，2050，我可能50岁以上50岁，50，83，
80多。你大我30岁。哎呀，你的这个账算的比我还不对。我真的83岁。你哪有83岁？你7几的？77的。到2020年你才23，加上一个50，才73、83。对呀，乱算。峰哥，你说你是多大那个时候？66。不是，你是。有一个盒子，对不对？我今天准备了充分的科学依据，在商代，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年龄是18岁，到了唐朝27岁，清朝33岁，85年62岁，现在我们中国人成为了亚洲最长寿的国家之一，平均年龄达到了72.6岁。人工智能、生物科学、基因工程的发展，它刚好到了2050年，到了一个节点啊！真的假的？所以科学家提出，在2050年，有可能我们每10年就能欺骗死亡一次，把自己的生命无限的延长。我们有可能会活到1000岁。所以我希望5位科学家作为我的联合提案人，我们一起来把这个2050的概念传递给大家。好。这个其实真的是有可能可以实现的啊！中国有一项就是我们发展的比美国还要快的技术，叫做 CRISPR。大家就可以想象它是电脑上面的 Ctrl+C、Ctrl+V， 但是它剪的是 DNA， 它剪的是你的基因。我们可以用它来把你受损的基因给剪掉，然后把健康的基因再剪进去，保持你的细胞非常健康、非常年轻的一个状态。也许还不到2050年，我们就已经有这样的技术了。长生不老，佳佳。其实还有一种很聪明或者很狡猾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先冷冻起来，然后等到未来的时候再把我们复苏。现在全世界很多人其实已经是冷冻的状态啊，有人都冻着了。对，俄罗斯还专门有这种医院。对，在中国就是一个重庆的一个女作家，她就是因为患了绝症之后呢，选择到美国去冷冻。哦，他们真的可以到未来去，是不是？现在还没有一例冷冻人被真的唤醒。所以不知道到底冷冻了之后能不能顺利的唤醒？贵吗？那个杨迪你要去的话，我们凑钱。不用，你去不去？我还可以，身体非常健康。我们凑钱买个冰柜，就是那种放鱼的呀。直接冻了扔了埋了。我个人觉得，到那个时候呢，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有自然派，选择自然生命的那种状态，有科技派。活1000岁的，我有可能就会选择自然派，自自然然的一种状态。有道理。淄博你怎么选？我选长生派了。我觉得，因为我很想活到就是头号玩家的那一天。对，还在想那个。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那个快乐，真的快乐。对我也觉得快乐。不是选择1000年的你们，想一个场景。你的家人不选择和你一样的选择怎么办？我必须逼他选。对，我也是，必须逼他们选。我选择了1000年，但是他们没有选择，他们选择了自然。他们离开我的时候，我怎么活？那他们选择了1000年，说爸爸不要死，爸爸求求你。如果要是他们都选了，我选。你可以买套餐。我选择买套餐，家庭套餐。你说的好像这超市就有卖的似的。以后就有那种广告，1人长生，全家不死。对，就是这样子。真的，你得好好的。陆超，你呢？陆超哭了。哭了？没有，陆超打了个哈欠。打哈欠。陆超，我打了个哈欠，真好。汪涵老师是大爱的，自然的死去是最美的，是吧？真好，真好。小吴呢？小吴，换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1000岁，但是自然派的确也很好。不，你说个正经的，你到底要哪个？现在就让你选呢。2个我都不选。2个都不选？2个都不选，现在就走。局长太难选了。我觉得其实科技的发展不是说最终给了你唯一的一个方向，而是给了你一个选择的可能。哎，我觉得这种讨论非常好。吉杰，你再说说你的解决方案。我还是要最后总结一下，不是说2050年一定会发生什么。你看我们刚才有害怕的，有期待的，有恐惧的，但是就像局长上一期节目说的一样，科技的发展就像一列火车，它一定会向你走来的。一定。我今天这个提案最成功，它成功在哪里？让我们做好了准备，到那一刻我们做抉择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准确的去做一个判断。好，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在这4个解决方案当中，地球代表会选哪2个成为今天的王牌特工的候选人。
我是喜欢全程热恋，因为带给我很大的希望。毕竟我是一个大龄单身又没有嫁出去的人。那另外一个我想选集结的2050，因为我觉得先不管人类能不能达到永生，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科技已经颠覆我们人类最传统的思维想法，比如说人造子宫这个概念，它可以跨性别。比如说我是一个女生，然后我结婚了，但是我因为某种疾病我无法生育，而我的先生他如果身体机能正常，植入一个人造子宫在他身上，男生也可以生儿育女。以后就真的是一个藤上7个娃，一根管子7个人造子宫。杨迪，你的孩子开了，拿走。开了。Happy New Year， 回答哪？熟了，什么鬼东西啊？我是选可爱老人岩。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叫做回到1959，它是在1979年的时候做的。就是召集了一群70多岁的老人，然后呢把他们周围全部布置成1959年的样子，看当时的电视，听当时的音乐，读当时的报纸，在这个环境当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去测他们身体的状态，发现他们整个人从大脑到身体全都变年轻了，而且非常明显。哇！我们大脑的状态是会影响到我们生理的状态的。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相由心生，我们要保住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小宇宙，这一颗永远不老的心。接下来，淼叔你们讨论一下，给出我们一个最终的选择。我们地球学术代表团的选择是可爱老人岩和全球热烈。恭喜两位！恭喜两位！谢谢局长。哇，我3枚了。谢谢局长，应该给我这个。好了，来2位，石头剪刀布。我天哪！你拿了好多，3局2胜，3局2胜，从来都是1局1胜的。我觉得局长很公平的。来，石头剪刀布。剪刀，我说是剪刀，没有用，5局3胜。梦辰啊，我们真的帮你帮到可以，真的帮我，因为前锋都一把手举着，这边急救是。他以为我告诉他前锋出了剪刀，他就出个石头，这就是作弊的后果。恭喜本局会议的王牌特工前锋！哇，前锋有3个了，对，这是第3个了。这里要恭喜前锋特工获得了衰老吞咽者，他的能力来自于喵喵12大吞咽天赋之一，他能够吞咽你的衰老，让你永葆青春，充满活力。最后嘱咐各位特工一句，一定要有复盘的意识，会后呢必须好好的总结。关注火星情报局的官方抖音账号，潜入火星情报局的内部，更多的激励等你发现。上微博搜索关注火星情报局参与讨论，更多激情等着你。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复盘会耶！棒！虽然薛副局长今天又不在了，但是他有给我们一封神秘的信啊。作为火星的邮递员，薛副局长拿来一封信，让我给大家读一读啊，我看看他写什么。各位特工，我人虽然不在，但别以为我不会盯着你们。上一期你们的复盘成什么鬼啊？为了提高这个复盘的质量，本期的王牌特工跟雪芙一起来主持大局。本期的王牌特工跟雪芙一起来主持大局。真的，我的位置先借你用一下，都给我精神点。他没有想到，他做梦也没想到，今天的王牌特工是什么叫做做梦也没想到？就应该想到，就应该跟雪芙坐在一起嘛，对不对？你就坐那儿行了，位子是不一样的啊。哎呀，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复盘会议吧。你脚不要一直怼我。我的脚还没有那么长，这不是我的脚。蹭吗？好了，我们来说一下。来，我们先聊聊西坎吧。从西坎开始吧。哇，西坎，我们上次封他为李西感以后，他这一期更是狠，他直接到了那个我们副局长的位置上进行提案了，我觉得。而且副局长只有沈梦辰，我们在做只有沈梦辰做过。有一次，薛之谦。但说真的，其实我心里还真想过当副局长，但是今天在做了那个位置的事情了之后，哇，真的我一下子就感觉到好大的压力，你们知道吗？
我就发现薛老师是每次在提案的时候，他顶着多大压力，然后云淡风轻。我发现，哇，真的，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真的。所以下一次再给你这个机会的话，你还是我去，还是会去。我觉得今天小楼也很勇敢，直接挑战集结。对，直接 PK 集结。我本来是没有想跟杰哥 PK， 但杰哥非要跟我 PK。你看我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就杰哥非要勉强。但是我说句实话，今天跟他 PK 的时候，那个第二个我下去那下，真的把那个裆部的一根筋给扯到了。杰哥，我真的不是有意去这样跟你 PK 的，因为我当时其实是想讲一个故事嘛，然后讲完之后就是在硬夸杰哥一下。其实那个 PK 是临时想的，应该一看就是临时。是不，因为我们今天然后不是对峰哥，然后也对杰哥，然后说了一些挺坏的话，挺好的。就峰哥，其实我很愿意，我10年后成为你那样子。不要吧，是我的荣幸。西坎，10年后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不用成为任何人。杰哥，对，这还没说完呢。杰哥，我以后一定不会成为心酸的你，但我一定会成为这么努力，这么拼命。哎，学到了，可以吧？对，好，完美。刚刚说到谁？说到我了。哇，你今天那个故事真的燃爆全场。你信不信？我现在用英文骂你 ，Good morning class。Apple banana 你，哎呀。这个要是再早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变成又一季会议、一级会议的贯穿。没事，此刻也不晚。How are you? Apple banana。我们就应该找到一些这样的梗，是去贯穿它，就是可以玩一整期的那种。我特别佩服杨迪特工，做的是真的好。今天迪哥也有说，就是我们同届的新人 Justin， 然后也有给迪哥带来这样的压力嘛。像我前阵子收的徒弟 Justin， 已经在寻常工作中还要向我讨论，节目上怎么才能搞笑。其实也很羡慕他，就是然后一直可以和迪哥，然后就共同学习。我来当只有一个目的啊！局长，都是他教的。因为职场上有很多老朋友嘛，以前其实也没有比我高了，但现在好像也还是坐在我底下。大胆拉下去！你们以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到我，没关系的，我都会告诉你。么么哒。有什么问题有困扰，不要问到田园哥，要不会困扰更大是吧？但是我觉得今天峰哥真的很厉害，好棒。对，值得大家骂他。呸！What are you doing？值得大家跟他说。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没有不能解释，他阐述垮掉，然后接话全垮掉。阐述我其实没有垮读也垮掉，每一个都垮掉，因为你们固有对我的印象就是他就是垮的。但是很可爱。我觉得前锋今天最可怜的是这个生与死的问题，大家都有点咒他，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好。我都死了好多回了。对，好了，不要说我了，希望你们健康的活下去。好的，那今天复盘就结束了，各位继续加油！辛苦了，大家下一期更加加油努力。大家走，峰哥留下总结复盘会。